你知道吗 ?2025 年全年，台湾的新生儿数量只剩107812人，比10年前整整少了一半。每天平均有548个人离世，却只有295个婴儿出生。台湾人口已经连续超过19个月负成长，每天净减少大约253人。与此同时，全台空屋数量在2024年下半年飙破91万户，创下历史新高，空屋率达到 9.79%。更恐怖的是，待售新成屋数量首次突破11万宅。你想想，人越来越少，房子越盖越多，这就像一场慢动作的灾难片。而有些地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。马斯克曾经点名台湾是全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国发会的推估更加惊人，未来46年台湾人口将从2340万人骤减到1497万人，整整消失844万人，相当于2个高雄市的人口直接蒸发。你觉得这个趋势下去，谁来住这些房子？而在另一边，建商的推案脚步却没有停下来。2026年到2028年间，全台预估还有32到36万户新屋即将完工进入市场。建商手中的待售余屋库存已经攀升到8到10万户，像是埋在地基下的压力层，短期不爆，但越沉越重。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高达 34.3 倍，跟上海并列全球第一。一个中位数收入的家庭要不吃不喝超过34年，才能买得起一间普通的房子。这个数字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。央行从2024年9月祭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限贷令让投资客几乎全面撤场。2025年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只剩 20.4 万多栋，年减将近 25%， 是近8年来最惨烈的数字。房市专家李同荣说得直白，2026年全台房价平均要下修 10% 左右，台南和高雄部分区域跌幅更可能超过1成。另一位专家何世昌也预测，2026年就是这一波房价的谷底。但重点来了，房价崩盘这件事从来不是全台一起跌，它像地震一样，有震央，有余震区，也有完全没事的安全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用空屋量、新建余屋量、住宅供给量、人口变化、价格泡沫程度这5大指标，综合分析出全台湾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10个行政区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从第10名开始倒数。第10名，桃园市桃园区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桃园区不是桃园的蛋黄区吗？怎么会上榜？问题就出在桃园区里面藏着好几个正在大量推案的重划区，小惠溪重划区、中路重划区、经国重划区，再加上旧市区向大有地区的新案，让整个桃园区的预售屋剩余户数一度冲到3470户左右，在北台湾排名第2。你可能会说，桃园区毕竟是桃园市的核心，人口多，机能好，应该撑得住吧？没错，正因为它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，所以我把它放在第10名。但问题是，当好几个重划区同时在一个行政区里面互相抢客，彼此杀价竞争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。尤其是小惠溪重划区，过去几年房价从2字头一路飙到4字头甚至5字头，涨幅惊人。但现在买气急动，建商开始送装潢、送车位，各种优惠都出来了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价格的支撑力正在松动。更何况桃园区旁边就是中立的青埔特区，价格带高度重叠，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非常微妙。当买方的选择太多，卖方就失去了定价权，而一旦定价权从卖方转到买方手里，房价的下修就是迟早的事。桃园区的崩盘风险不在于核心商圈，而在于那些尚未成熟、机能还没跟上的重划区，它们就像一颗颗还没引爆的未爆弹，只要市场信心再弱一点，随时可能连环炸开。第9名，基隆市。基隆这座因为港口而兴起的城市，如今正面临一场静悄悄的危机。根据统计，基隆市5年内新成屋的空屋率高达 35.3%， 是全台所有县市中最高的。你没听错，每3间新盖好的房子里面就有超过1间是空的。
在地网友直接在论坛上写道，空屋率那么高，房子又一直盖一直涨，感觉随时有崩盘的风险。还有人说，台北盘子就爱来基隆炒房，然后认赔杀出。基隆的问题是结构性的，它的人口长期外流，年轻人往台北或新北跑，留下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，人口负成长加上高空屋率，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像给一栋危楼又加了几吨重物。但更讽刺的是，过去2-3年基隆的房价反而涨得很凶。2022年的时候，基隆新建案成交价每坪才2字头出头，到了2025年，新案均价已经站上4字头，部分预售案甚至喊到5字头，涨幅比很多6都的行政区还夸张。问题是，基隆的收入水平撑得起这种房价吗？显然撑不起。当房价涨幅远远超过在地购买力的时候，这个泡沫就只是在等一根针而已。限贷令已经是那根针了，只是泡沫泄气需要时间。基隆不会一夜崩盘，但它很可能经历一段漫长的缓慢的价格回调，而且因为人口持续流出，这个回调的尽头在哪里，目前没有人说得准。第8名，台南市善化区。台南善化曾经是全台湾最火热的台积电概念宅核心区之一。2021年，台积电宣布在南科扩厂的消息一出，善化的房价几乎像搭火箭一样往上冲，建商疯狂抢地，投资客蜂拥而至，在地人看着自己家旁边的空地一块一块被围起来盖大楼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，台积电的设厂效应确实带来了一批就业人口和周边商机，但建商推案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移入的速度。大量预售案集中在善化和新市一带，当初预售卖得火热，很多都是投资客在抢，现在这些预售屋陆续要交屋了，问题就来了。限贷令之下，很多投资客当初预期能贷到8成的房贷，现在银行可能只给7成甚至更低。中间差的那1成2成的自备款缺口，对高杠杆操作的投资客来说是致命的。他们要不就是违约赔违约金，要不就是平转或赔售出场。专家指出，南部房市过去2年因为台积电题材暴涨，如今正面临技术性回调，是2026年领跌的区域。台南善化就站在这波领跌的最前线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善化本身的生活机能跟都会区相比还是有落差的。当投机热潮退去，真正愿意住在善化的人口就那么多，供给量那么大，需求量那么小，中间的落差就是价格修正的空间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可是台积电不是真的在那里设厂了吗？工程师不是真的会搬来吗？没错，但你算一笔账就知道了。台积电一座厂大概需要几千名员工，但建商在善化和新市推的案量加起来可能是上万户，几千个人住上万间房子，中间差的那几千间怎么办？更何况很多台积电工程师其实宁愿住在台南市区，开车通勤半小时到善化上班，也不要住在善化本地，这就是建商过度乐观的代价。第7名，新北市三重区。三重曾经被戏称为新北曼哈顿，尤其是二重疏洪到重划区开发之后，整个区域的天际线完全改变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新案成交单价站稳7字头，一度让人觉得三重真的翻身了。但翻身的代价是什么？是海量的新建案。三重目前预售屋待售户数超过3100户，光是二重疏洪道左侧右侧加起来就突破了1000户。今年陆续有多个指标大案公开销售，导致在线户数一路冲高。三重的问题不在于地段，它距离台北市中心很近，交通也方便，理论上应该有稳定的支撑。但问题在于7字头8字头的单价已经跟台北市某些区域差不多了。当三重的房价跟台北看齐的时候，买方就会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同样的价格，我为什么不直接买台北？这就是三重面临的困境，他想往上靠，但天花板就在那里。而下面呢，供给量又不断增加，像一片汪洋一样在底部蔓延。2026年到2028年间，全台预估有32到36万户新屋完工。三重作为推案大区，
要消化的量非常惊人。在台中七期和北屯一带，业主已经开始送装潢才卖得动了。三重如果不跟进降价或让利，买方可能直接转向其他更有性价比的区域。而一旦开始降价，你就知道了，房市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效应，叫做追跌不追涨。买方会等更低的价格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第6名，新北市林口区。林口新市镇长期以来都是北台湾最大的卖压区之一。它的故事其实很像一部连续剧。20几年前规划的时候，林口被定位为台北的后花园，但因为气候潮湿多雨，交通不便，一度沦为鬼城。后来机场捷运通车，三井 Outlet 进驻，加上大量的新建案，以价格优势吸引双北移居族群，林口才慢慢活了过来。可是活过来之后呢，建商更大胆了，推案量一波接一波。林口新市镇常年待售户数都在1000户以上，价格也从早年的2字头、3字头，一路冲到现在的6字头。6字头是什么概念？已经跟桃园、青埔、新北三重差不多了。但林口的天气跟居住舒适度，客观来说，确实是很多买方的顾虑。冬天东北季风一来，那种湿冷加上云雾缭绕的感觉，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。所以林口面临的局面就是，它靠价格优势吸引人，但现在价格已经冲上去了，优势不在。它靠建设利多支撑信心，但利多慢慢兑现之后，后面还有什么新的故事可以说？当一个地区失去了便宜这个最大的武器，又没有不可取代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市场调整时最脆弱的环节。林口就是这样一个处境。第5名，台中市北屯区。如果你过去3年有在看台中房市，那你一定听过北屯这个名字，它简直就是台中房市的代名词，推案量大到吓人。一个区的新建案数量比很多县市加起来还多。北屯为什么那么红？因为它刚好夹在台中市中心和外围之间，价格比七期西屯便宜，又比太平大里更接近市区，加上台74号快速道路的便利性，很多首购族和投资客都把目光投向这里。但物极必反的道理大家都懂。台中市今年上半年，无论海线、三线还是市中心，都出现了房价回跌，其中北屯的处境特别尴尬。过去几年推案暴增，各家建商杀红眼抢客，现在买气急动，余屋去化成了大问题。有房仲直接爆料说，在北屯和14期一带，业主已经开始送全屋装潢了，不送就卖不动。你想想看，当卖方必须用送装潢来吸引买方的时候，这代表价格本身已经失去了吸引力。北屯的房价从3字头起涨，部分区域已经站上4字头甚至5字头，但在地的平均家户所得大约是108万左右。以这个收入水平来说，北屯目前的房价已经偏高了。而且北屯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就是周边的竞争，太平大里的房价更便宜，西屯和七期的机能更好，北屯被夹在中间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2026年的交屋潮一来，北屯很可能成为台中房价修正幅度最大的行政区之一。第4名，高雄市楠梓区。楠梓这个名字在2021年之前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房市讨论的热搜榜上，但自从台积电宣布在楠梓设厂的消息一出，一切都变了。楠梓的房价像被施了魔法一样，从1字头飙到2字头、3字头，涨幅令人瞠目结舌。投资客从全台各地蜂拥而至，建商疯狂抢地推案，整个楠梓仿佛在上演一出淘金记。然而现在魔法消退了。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高雄市在6都中房价跌幅最大，年减幅度达到 8.6%， 而楠梓区更惨，部分被炒作的台积电概念宅房价已经下跌超过 10%， 跌幅还在持续扩大。高雄市上半年使用执照核发量年增 20.9%， 代表大量新屋正在完工，去化压力极大。这些当初预售时抢着买的房子，现在一间一间盖好了，但投资客发现限贷令之下贷款成数不如预期，每月房贷利率又冲到 2.6% 到 2.7%， 多户的甚至要 3% 以上。于是你就看到了一个很经典的场景，
投资客开始抛售，卖压集中爆发，形成踩踏效应。你卖28万一坪，我就卖27万，他再砍到26万。这种多杀多的局面一旦形成，就很难踩刹车了。楠梓的长期基本面其实不差，台积电高雄厂的扩建计划从 P1 到 P5 并没有改变，产业就业人口未来还是会持续移入，但短期的价格泡沫就像一杯加了太多泡泡的啤酒，泡泡一定要先退掉，你才能喝到真正的啤酒。问题是退泡泡的过程有多痛多久，这才是真正考验楠梓持有者神经的地方。第3名，桃园市龟山区。龟山，如果你不是桃园在地人，可能第一反应是龟山有什么？答案是 A7 从化区。A7 从化区是近年北台湾最火的推案区之一，紧邻新北林口，距离体育大学站只要步行几分钟，机场捷运让你半小时内到台北车站，加上房价比林口更便宜，比双北更是便宜一大截，所以吸引了大量脱北者移居。但问题是 A7 的推案量也是爆炸性的。龟山区目前预售屋剩余户数高达2800多户，几乎全部集中在 A7 从化区。这些房子的买方结构里面，投资客的比例不低。房市热的时候，大家抢着买，抢着转手赚一票。现在房市冷了，这些投资盘就变成了沉重的卖压。专家明确指出，龟山 A7 从化区是未来可能率先走跌的区域之一。原因很简单，2022到2023年兼推案量最大的预售屋热区，过去以投资客为主，现在预售屋陆续完工交屋，成交量增加的同时，价格却面临巨大压力。A7 另一个隐忧是生活机能，虽然已经有一些商业设施进驻，但跟成熟的林口相比， A7 的机能还在发展初期。你去过的话就知道，有些地方路边还是工地围篱，商家三三两两，跟建商广告里描绘的繁华都会有不小的落差。当一个地方的房价是建立在未来想象而不是现实机能之上的时候，它就特别脆弱。因为只要未来的想象打了折扣，现在的价格就必须跟着打折。第2名，桃园市中坜区。中坜为什么排第2？两个字，青埔。青埔高铁特区面积490公顷，是新竹以北最大的重划区之一。过去10年，青埔的故事就像坐云霄飞车，最初被嘲笑是鬼城，空屋率高的离谱，投资客断尾求售。后来华泰名品城、IKEA、星光影城陆续进驻，加上机场捷运通车，青埔慢慢翻身了。翻身之后呢，房价从3字头一路冲到4字头、5字头，核心区 A18 站甚至有建案喊到6字头开价，这个涨幅放在全台都算惊人。但你知道中坜区的预售屋剩余户数有多少吗？大约3300多户，在北台湾排名第3，而且供给主要集中在青埔特区，加上邻近的客运园区又是另一个大推案区，亲民3字头的房价加上建商力捧，抢了不少青埔的客源。青埔的本质问题是什么？是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一个跟新北市都会区差不多的水平，但生活机能还是有差距。你住在青埔，如果没有车，日常生活的便利性跟住在板桥或中和完全不能比。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，青埔从化区虽然在大型商场进驻下房价高涨，但机能尚未跟上旧市区的水平，价格有待考验。区域的销售成数约仅4成，销售成数只有4成，意思是每10间新案只卖掉4间。这个数字在房市正常时期也许不算太差，但在2026年的限贷令环境下，剩下的6成要多久才能消化？而且青埔还面临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，它曾经崩过一次。2014到2016年那波房市下修，青埔是重灾区，很多投资客赔到脱裤子。这段记忆并没有消失，它像一道疤痕一样刻在市场心理里面。一旦市场情绪转向，青埔又要崩了。这个叙事会被迅速放大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。第1名，新北市淡水区，终于到了第1名。如果你一路看到这里，你大概已经猜到了，淡水，全台湾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行政区。为什么是淡水？让我用数字说话。淡水区的新案待售量长期高居全台第1，
最新统计，光是淡海新市镇一个从华区，待售户数就超过3600户，这个规模已经直逼部分县市的整体在线户数了。如果把淡水全区的预售屋剩余户数加总，北段的淡海新市镇加上南段的红树林和竹围地区，超过4000户。4000户是什么概念？如果每个月卖出50户，已经算很了不起了。那光消化现有库存就需要将近7年，到那个时候，建商又会盖更多新房子出来，根本消化不完。淡水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，它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困境。第一，通勤问题，虽然有淡海轻轨，但从淡海到台北市中心的通勤时间，算上转乘和等待，动辄1个小时起跳。对于每天要上下班的上班族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痛点。第二，天候问题，淡水的冬天，东北季风加上阴雨绵绵，体感温度比台北市区低好几度。很多人来看房的时候是夏天、秋天，天气还不错，等到搬进去住了一个冬天，就知道什么叫做后悔了。第三，机能问题，淡海新市镇虽然已经开发多年，但整体商业机能跟淡水旧市区甚至其他新北行政区相比，还是有明显落差。多数住户的日常生活还是必须仰赖开车出门。第四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量体太大。淡海新市镇的规划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型造镇案，建商一推就是几百户、上千户，这种大量体的供给模式，在房市好的时候是规模效益，在房市差的时候就是毁灭性的卖压。更讽刺的是，淡水的屋主现在都在等一件事，淡江大桥通车，他们觉得等大桥通了，交通改善了，房价就能撑住，甚至再涨。所以很多人是等都等了的心态，不愿意降价。但问题是，一座桥真的能改变一个区域的命运吗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基础建设的利多效应是有限的，而且通常在消息公布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价格反映了。真正影响房价的还是供需关系和人口趋势。而淡水的供需关系用严重失衡来形容都不够，它更像是一个泳池，里面的水已经溢出来了，但水龙头还在继续开着。你要知道，在这次全台10大卖压重划区的统计中，前10名合计约18000户待售，占在线总户数的 36.6%， 约每3户就有1户滞销。而淡海新市镇一个地方的待售量就占了其中的1/5，这个比例是非常恐怖的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20坪以下的小宅，全台空屋率高达 18.16%， 是所有坪数中最高的。而淡海新市镇里面恰恰有大量的小坪数产品，这些都是当初建商为了降低总价门槛，吸引首购族和投资客而设计的。现在这些小宅变成了最难卖的库存，因为真正要住的人觉得太小，投资的人又不敢进场。淡水的故事其实就是整个台湾房市泡沫的缩影。我们把一个天候不佳、通勤遥远、机能不足的地方，靠着一座轻轨、一座大桥的想象，硬生生把房价推到了跟成熟都会区差不多的水平。然后呢，供给爆量，需求不足，泡沫开始漏气，这就是淡水，也是台湾房市最深刻的一刻。好了，10个行政区全部说完了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份崩盘几率排名。第10名，桃园区，多重划区叠加竞争，价格支撑力松动。第9名，基隆市，新屋空屋率全台最高，人口持续外流，房价与购买力严重脱节。第8名，台南善化区，台积电概念宅退烧，交屋潮壮上限待令，南部领跌急先锋。第7名，新北三重区，二重疏洪道新案遍地开花，房价直逼台北，却少了台北的底气。第6名，新北林口区，常年卖压大区，价格优势不在，天候与机能成隐形杀手。第5名，台中北屯区，推案量爆表，送装潢才卖得动，交屋潮将是最大考验。第4名，高雄楠梓区，台积电泡沫正在退潮，房价已跌超过1成，多杀多正在上演。第3名，桃园龟山区 A7 重划区，投资盘沉重，
机能未成熟，价格建立在想象之上。第二名，桃园中坜区，青埔特区销售成数仅4成，历史伤疤加上海量供给，双重压力山大。第一名，新北淡水区，代售量全台之冠，通勤、天候、机能3大痛点，供给严重失衡的教科书案例。最后，我想说几句比较掏心窝子的话。房价崩盘这个话题，很多人是带着情绪在讨论的。买了房的人不希望跌，没买房的人恨不得它跌到地板。但如果我们把情绪放到一边，冷静的看数据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台湾房市正在经历的并不是全面崩盘，而是残酷筛选。就像日本的经验一样，日本少子化比我们更早开始，人口负成长也比我们严重。结果呢？东京的房价创了泡沫经济以来的新高，但乡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卖不掉、租不出，还要缴税的空屋。整个国家的房市变成了极端的 M 型化。韩国也一样，首尔的房价10年翻倍，但2线城市停滞甚至下跌。台湾正在走上同一条路。台北市蛋黄区的房价可能纹丝不动，但本文提到的这些行政区，他们面临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。有专家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形容这种分化。他说，少子化带来的不是全面毁灭，而是残酷筛选。蛋黄区的房子将是连结各项资源的门票，越来越稀缺，越来越贵。但蛋白区甚至蛋壳区的房子可能会走上日本郊区空屋的老路，卖不掉，租不出，还要缴税，最终变成一种负资产。而且不要忘了，2025年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，65岁以上人口比率突破 20%， 台北市更是高达 23.69%， 是全台最老的城市。当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，这些外围重划区的未来就更加令人担忧了。因为老人不会搬去重划区住新房子，他们通常留在原本熟悉的社区安享晚年，而年轻人他们根本生不出孩子，也买不起房子。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买房，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避开超涨、供给大、商圈不成熟的3大地雷区。如果一个地方在过去3年涨了 50% 以上，推案量又很大，而且附近连一家像样的超市都没有，那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。第二，选择人口净流入、加户数增长、交通建设成熟的抗跌区域，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有人住，有人搬来，出门方便，这就是房价最底层的支撑。第三，不要跟市场对赌。如果你是自住，看到喜欢的、价格合理的、负担得起的，那就买。如果你是投资，2026年真的不是一个好时机。等到政策松绑，交易量回稳，市场情绪回暖之后，再进场也不迟。台湾的房市就像台湾本身一样，充满了矛盾和张力。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半导体产业，却也有着全世界最低的生育率。我们的人均 GDP 可能突破4万美元，但年轻人却觉得买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这些矛盾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，但至少我们可以用理性和数据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。房价会不会崩盘？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里。有些地方它已经在崩了，只是你还没看见而已。